电话。不管他。你妈不管。我的妈！儿子，我听老沈说你去找过他，还问他借车借司机什么的，连夜跑到岱山，还接走了2个莫名其妙的人，是怎么回事？是有这么回事儿。我回去跟你解释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跟一个疯子搅到一起了，还把他们送到了上海？哎呦，妈越想越担心呢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妈，这事儿是这样，这孩子我资助了好多年了，感情一直不错。这回这孩子生病了，索性就把他妈一起带到上海去看专家门诊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你担心什么呢？你行李收拾好了吗？多带2件礼服哈。我行李准备差不多了。你现在跟安迪在一起吧？是，这不刚和红星签完协议吗？打算晚上吃个饭再庆祝一下。那你们先吃饭吧。他怎么知道了？是我走的时候太着急了，没有跟老沈交代清楚。我也不知道我妈会阴差阳错的打个时间差，怪我，都怪我。完蛋了，他疑心那么重，又是和我的事情有关，他一定会查下去的。别着急，我联系老沈。没用的，他一定从老沈那了解到了很多的讯息，然后，不然他不会来问你。你现在赶紧回到他身边，不然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查出来。给我点时间，我来解决好吗？暂时不要做出任何决定 ，OK？ 可能一个疯子的女儿，一个疯子的外孙女，她不可能会接受我，她只会竭尽全力的挖我的底，然后把我逼疯。别激动，我妈她没有那么疯狂。我没有说她是有意的，是我自己太脆弱，是我自己不堪一击。你就给我3天时间，如果3天我没有把这件事情解决好，我会做出不要说3天，就算是1个小时之内，都可能天翻地覆。你走吧。我爱你，我会竭尽全力的解决好这些事情。OK， 别着急，逃跑好吗？我求你。我不可能把这件事情拿来做赌注。从咱们俩认识到现在，你一直把我往外推，我一直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什么了。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你担心害怕的就是这一点。可是生活哪一天不是给我们制造各种麻烦、各种困难？难道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要去逃避吗？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在一起，我们要共同的去面对将来发生的所有事情。我来解决。包一凡在阳台上来回踱步，声音时大时小。他在为安迪据理力争，这是他对这段感情所做的努力。在这段让他两头受气的感情中，包一凡从来没有退缩过。安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紧张、焦虑的他。此刻的包一凡让安迪感到了温暖，他不由得内疚起来。是不是他爱得太保守，太自私？
汇报一下，我已经让老沈闭嘴，他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，知道利害关系。电话打这么长时间。第二个电话打给我妈，她不知道我去岱山的真实目的，而且她压根儿不知道小明和你有关系。那他要继续查下去，不就什么都知道了？这事儿到此打住，我保证，在我妈这儿不会继续发酵。OK。我去给你放点热水，泡个热水澡，放松一下。对不起，我刚才不该这么跟你说话。你知道我的，我特别害怕别人知道我的身世。不知所措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放心，有我在，别怕。干什么呢？那么容易？医院发来的小明的照片，他在那边挺适应的，经常画画。医院觉得不错的，选了几幅挂起来。有，是吗？我看看。哎，你好好开车。一会儿给你看。哎，他还交了几个朋友，一起玩，挺开心的。有，是吗？太好了。我这一直担心他不适应，你说我这满腔热血的，反倒把他给害了，这不得不偿失吗？突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什么有意思？只有小明，只有你。哦。真的？哎，我第一次聚会，不用预习，没有目的，也没有人关心我是谁。我只需要安心做某人的女朋友，保持微笑，当个花瓶，也挺有意思的。以后这种有意思的机会多了去了。哎，你说这某人是不是太幸运点了啊？你好好开车，你不要老看我。他情不自禁。小包总，包太太带人去了岱山县，打算亲自调查。我这边真是拦不住，只能通知你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您啊。这不瞎了吗？昨天晚上我和老沈对的口径，通通都白费了。我早知道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，但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。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酒会是去不成了。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你妈妈？找魏国强。为什么要找魏国强？不是你不愿意去，我可以去啊。你看啊，魏国强在这个圈子里头人脉广，我妈她绝对不会担心我跟他脱离母子关系，她最害怕的就是有人对包氏有威胁。不好意思地说，我妈比我和我爸更看重魏国强有什么能力，他能够威胁得了包氏？魏国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提到魏国强。不是我，你看你别激动好吗？
我真不是有意的，我这不是病急了乱投医吗？你别激动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提魏国强。你看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不会再找魏国强。不提了好吗？我绝对不会再提魏国强这3个字。你看，我妈她专程带人去岱山，她肯定得闹个天翻地覆的。她查出所有只是个时间的问题，我这不是没招了吗？你看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啊？行，我跟我妈做。行了，你不要再说话了。我想回家。我去找你爸爸，让他来管管你妈妈。没用，我和我爸都掰扯不过我妈。那我们就分手。不分。只有我们没有关系了，他才会觉得查这件事情毫无意义。不分。给他打电话。2只手一旦分开了，就真变成勇敢了。那我打。干嘛总说分手呢？你不觉得每次说这很伤人心吗？你知道我不是想真的跟你分手，可我们之间一直夹着你妈妈，而且她在无休止地挑战我的底线。秀媛院长，一个40、50岁的女人，看上去挺富贵的，她带着好几个人过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心要调查小明的事儿。我当然怕给你们惹麻烦，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。他们从我这儿没得到什么消息，所以也就不走。说什么今天要在这儿歇一晚上，明天要去小明爸爸那儿。他们怎么会知道地址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有人在帮着调查，就连小明在上海都知道。现在正在查小明在上海的哪家医院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安迪。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，但是你一定要照顾好小明啊。他不能受太多的刺激，他跟你不一样。你看这么多人去找他，别说做点什么，就是吓都会把他给吓个半死。你放心吧。小明是我弟弟，我会保护好他，不让任何人伤害他。我知道查我的人是谁，我会处理。我去给我妈打个电话。鲍一凡，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件事情。哎呀！怎么生气啦？上次你明明说要把包事传给包子，可为什么要授意下属故意刁难他？您别不承认，你要真想传位给他，不会是这种态度。包一凡现在怎么样？很颓。这就对了，啊！那我说退出公司经营，把这个家业交给他，那是我的真心话，我发誓。但这份家业呢，它不是一栋房子、一辆车子，它是一个企业。包一凡，他能掌控得了吗？你自己也看到了，他要想掌控的话，还得花上一段时间，好好磨练磨练。所以我今天来想跟你谈谈。你想插手我们的家务事啊？正因为我不想插手你的家务事，我才要跟你谈判。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就事论事，而是存心无理取闹。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，是因为他们知道包子在这个位子上是暂时的，这只是你以退为进的一步棋。承认包子的权威，那就是站错队，对吗？不对，我对包一凡，我怎么会有阴谋呢？我之所以一时无法撤出公司，那是因为我为了要清扫他妈妈在公司布下的那些人跟势力。这些人你要是不除掉的话，那包氏企业它永远只是个家族企业。包一凡想要实现他的理想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您知道，知子莫若父啊！包一凡是个有野心的人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
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啊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自从他妈出事之后，我打了几个电话给他，他都不接。你说他怀疑我什么？啊？那我是他老子呀，我赚的钱到最后不是都是他的吗？他怀疑我什么啊？现在只有我们父子联合才能更强大，这是白痴都懂的道理，对吧？那小子不懂。我相信您不会说假话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像您这样的人是不习惯承认错误的。包子的妈妈也一样。你们两个打着爱他的旗号，互相争斗，可你们真的有考虑过包子的感受吗？你很犀利啊！我不管你怎么想我，包一凡怎么恨我，这包氏我还是会掌控一段时间。你如果看不下去，不忍心看到包一凡那么狼狈的样子，可以呀，你可以到包氏来帮手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他如果能掌控，我就把包氏的大权拱手让出。包氏我抛开不管。但是我必须知道，要怎么样才能让你退让，不再折磨包子？是不是需要搬出魏国强？真的假的？我真没想到，我原本还以为是那傻小子一厢情愿的。我没想到你，好，你先回去吧，啊，先别跟旁人谈这事儿，更不用惊动魏先生。公司那边。我会告诉我自己人，暂且先停住。一言为定。成交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包一凡想要接手，得有那个能耐。好点了吗？好很多。安迪，你不明白，这些天我天天和各色人等打交道，我才知道我妈有多么不容易。她明明知道我爸在外边和其他女人有纠缠，她之所以不离婚，就是为了保住我的这份家产。她完全可以置身事外，没有必要跟之前那样费尽心机，找各种人来妒忌。我承认，我不应该答应我爸，和他一起把我妈架空，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有恃无恐。也就是说，是我亲手把刀子递到我爸爸手上，
把我妈逼到这步田地。别这么自责。其实递刀子的人应该是我，跟你没关系。跟你没关系。可我必须要把包氏得到手。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好累。好累就什么都不要想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跟你一起面对。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你因为包氏去做那些疯狂的事情。